大家好，欢迎大家观看今天的节目。上世纪80年代初，有一种流行叫去录像厅看琼瑶的电影，而很大一部分影片的主演就是她。后来在香港的武打片中又见到她，很多人认识了东方不败。她就是有着台湾美人之称，更被誉为东南亚第一美女的林青霞。然而在她正当红时，为了她心中的梦想，为了建立自己家庭，她却依然选择了退出影坛，过上了在家相夫教子的生活。不过在淡去的这些年里，她也没有闲着，她开始注重内心的修行和生命境界的提升，学画画，练书法，学英文翻译，更是开始学习起了佛法。在多年的学佛生活中，她的仙气灵风与学佛历程备受人们关注的同时，也让大家看到了修善积福成就的果报。在他身边，你会感受到正能量的辐射，会被他的圣贤之气所感染，更激发出对道的喜悦与信心。今天，小编特地挑选了2篇林青霞自传的学佛日记，分享给大家。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林青霞的学佛历程，以享后来人。第一篇日记：学禅3天，受用一生。大约是8年前，我发觉我这个人太计较，总以为别人应该理所当然地对我好，而经常让自己很不开心，也影响别人的情绪。所以我决定去修行，我想要有包容心，也想让自己肚子能撑船。我回台查找大师，很幸运的在因缘际会之下，我有幸见到了圣严法师。由于以前没有接触过佛法，不按规矩，见到师父竟然跟他握起手来。后来发现所有佛教徒都是以合十来打招呼的，我暗忖当时一定让周遭的人大为紧张。在见面的1个钟头里，我只问了1个问题，就是什么叫禅，因为我始终认为禅是一门很深奥的学问。师父说只要做3天禅就什么都知道了。我正在考虑的时候，师父连说了3次，于是我当下就决定坐禅3天。听说坐禅之前会因为被考验而受到阻碍，而我却在冥冥中很顺利地上了山。上山的第一件事，手机就给没收了。在被收前，我赶快打了个电话给女儿，告诉她我将有3天不跟她通话，让她放心。在坐禅的3天里，我要和其他99个人昼夜相处，不准化妆，不可看书、看电视，还要睡大通铺，然后晚上10点钟就得睡觉，早上5点钟就得起床。这下可惨了，因为平常我从没在这个时间点睡觉，还好我偷偷带了6颗安眠药，1天2颗，总算解决了睡觉的问题。晚饭之前，每人分获1个号码，暂时不用自己的名字，个人根据自己的号码坐位置，拿拖鞋和睡床位，这是要我们放下自我。还要在大堂里先对着大佛跪下，头着地再站起来，这是为了消融自我。在饭堂里，我隔壁那个人很面熟，后来才知道他是曾庆瑜，而吴宗宪乖乖地坐在我对面，眼睛不像我这样到处乱看。除了这2位外，之前在走廊上还见到曾志伟，还有一位是功夫明星魏子云，来的时候看他在山边诵经鼓。这么多圈内人都来坐禅了，可见明星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多姿多彩，但内心其实是渴望得到一片宁静和做到自我修行的。吃饭的时候，师父很温和的一句一句叮咛，要我们心无旁骛，专心吃饭。好吃的时候不要高兴，不好吃的时候也不要讨厌。要感恩这食物是经过很多人的辛苦才到我们的嘴里。吃完饭用1碗清水将碗碟冲一冲，再倒回碗里喝下。饭后离座时要双手叠起，放在胸前，慢慢起身，顺序走出饭堂，手里就像捧着一尊菩萨，内心里什么都不能想，也不可以自己对自己说话。接着便是正式坐禅的第1天，早起吃完早饭后，我们便坐在大堂里听师父开示，师父教我们如何打坐和拜忏。1天内有许多开示和打坐，师父谆谆善诱，我们秘密抄经。有几句箴言，在我遇到最不可承受的痛时，因为用了它而顺利过渡。人生无常，不如意十之八九，我常把这些话送给朋友，他们也因度过内心的难关而感激我。这几句箴言是：面对它，
接受它，处理它，放下它。当你遇见一些事时，你不要逃避，最好的方法就是面对它，然后你必须接受那已成的事实，好好的处理它。处理完后，不要让它占据你的心，必须放下。第二天，我们开始学行经，有慢经、快经和自然经。行慢经时，双手轻轻握拳，每一步路都是脚掌一般的距离，要走得很慢很稳，这叫步步为营。快经的步伐可大一点，双手自然下垂，但是要走得很快很快。自然经则要全身放松的步行，看似简单，行则不易，走完后感觉好舒畅。第三天是要我们做到感恩和忏悔，我们就像开头讲的那样，拜忏2分钟，心里要为这一生中所有该忏悔的事忏悔，对这一生中所有该感恩的人感恩。很多师姐师兄泣不成声，我听到一种平和的声音，要用情操，不要用情绪，那是师父的声音。3天很快就过去了，这3天的课程让我一生受用不尽。我对父母、先生、女儿、朋友，甚至整个世界感恩，对该忏悔的事想办法补偿，减少了自我感，少了计较，多了反馈，人也快乐起来了。我觉得这3天里学到的比3年甚至10年还要多。最难得的是，我找到了内心最深层的宁静。师父是个智者，也是个哲学家，我对他是感恩、感恩再感恩。第2篇是关于拜见大宝法王的日记，那是个难忘的经历，令人震撼。5年前，我有缘在印度新德里拜见大宝法王。大宝法王于1992年6月被认证为藏传佛教噶玛噶举传承的最高领导者。第16世噶玛巴让炯日佩多杰的转世，成为了第17世大宝法王。那年他8岁。他14岁从西藏出走，前往印度，此举震惊世界，自此成为世界级精神领袖，带领为世界和平而祈愿的噶举大祈愿法会，推动环保等社会行动，并致力于保存西藏文化。法王目前居住于北印度达兰瑟拉附近的上密院，每年有成千上万来自全球各地的访客前去朝圣。我们一行10数人拿着护照，通过安检，进入法王入住的酒店套房小客厅。一进门，霎时感到地在动，又有点耳鸣。法王穿着密宗的藏红色僧服，坐在窗前的位置上，因为背光，看起来像是一座巨大的影子。他黑白分明的双目却闪耀着明亮的光芒。法王为每人戴上白色的哈达，以示祝福。大家屏住呼吸，等待法王开始。法王看了看大家，你们怎么不说话？我感恩地说，法王，我们真是何其幸运，别人经过千山万水，长途跋涉，也不一定能够见你一面，而我们这么顺利就与您见面了。因为我之前与朋友谈到梦里见到离世的母亲，他总是郁郁寡欢，愁眉不展。朋友见我忧虑，提议我请教法王。由于当时感到法王慈悲的能量，我褪下了一层无形的武装外衣，跟法王真心倾吐母亲一生为忧郁症所困，饱受痛苦和煎熬的情形。法王非常关心，听完即刻闭上眼睛。我知道他正用心在看。室内寂静无声，过了好一会儿，他睁开眼睛，你母亲确实不开心。然后他说，你快乐，他就快乐。我悚然一惊，眼泪不住地往下淌。母亲病重时，确实曾经对我说过这样一句话。房里的人听了也跟着引气。法王看到后，像哄孩子一样对大家说道，好了，大家不要哭了。当我们停止哭泣后，他让我把母亲的名字给他，他将会在菩提迦耶的法会上为母亲祈福。临走的时候，他还跟每一个人握手。当他握住我的手，定睛地看着我时，我镇住了，那眼神就像透过时光隧道，贯穿着千年的智慧。那年他23，转世的年龄是898岁。今年法王28，转世年龄903岁。他的新作崇高之心，文字深入浅出，简单明了，你绝对想象不到，以他肉身的年龄，竟能像智慧老人一样，涉猎的范围如此宽广而有深度。他不谈宗教，不以精神领袖自居，不说你该做什么或不该做什么的大道理。
他真心诚意地跟你交心，就像是你的朋友，跟你分享他的童年往事，他的成长经历和从中悟到的道理。他无所不谈，有健康的人际关系、心灵之道、永续的慈悲、化解冲突、保护环境、实务正义。法王在书中说道，佛陀以他自身的智慧，在他自己身上探索生命的意义。他谦卑地说，他是佛陀的追随者，向往追随佛陀的脚步。其实他何尝不是以自身的智慧，在他自己身上探索生命的意义。看完崇高之心，我合上书本，心想读此书正是跟随着智者的脚步。如果你在人生的旅途中失去了方向，找不到正确的价值观，打开崇高之心，就会找到答案。你会探索原本已存在自己内心的慈悲，而在寻找探索的过程中，你已经不知不觉走上了智慧的旅程。看完林青霞的2篇学佛日记，相信大家多少能看出来她在佛学上的领悟有多么深刻了吧。而除了常年的学佛外，她还经常行善布施。她在学佛后的10年间，陆续向大陆地区整整捐款了20个亿，并在各个省份捐建寺院学校201间，这个数字已经不少于邵逸夫的捐款了。虽然他做了这么多的慈善，但他的行事却特别低调，从来没向外界张扬他做的这些功德。我们现在虽然很多人追星，但真应该好好学习一下真正巨星身上这些美德，别让传统文化在我们这一代丢失了才是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